我爸跟我哥两个人吵架了，两人一生气就上饭店，还一人坐一桌。我哥呢就把服务员给叫过来了，说服务员给前面的老头点上好酒好菜，一会儿我结账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谁叫我跟他儿媳妇好了好几年呢？有人，服务员一听，妈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服务员呢一下就八卦了，就走到老头跟前说：“大爷，旁边的小伙子说跟你儿媳妇都好了好几年了，你不上去揍他呀？”有人，那大爷扑腾一下说：“他跟我儿媳妇才好了好几年。”我跟他妈呀，都好了好几十年。服务员当场就蒙圈了，挠挠脑袋说：“我的妈呀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！”哎呦我的妈！以后你不要去上班了，我打麻将养你。虽然我一天游手好闲，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运气，我打麻将技术还是可以的。反正你吃不完，养家糊口这块，绝对是没得任何问题。你要是给找到个上班族男人，你要跟他骑着坦克的，要苦一辈子。你找一个像我这样会打麻将的，每天可以睡到个自然醒，一天又不用做活路，一辈子享清福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，我真的帮不上啊。怎么的了？挂了，我弟弟结婚，我妈管咱俩借点，差多少啊？差20多万呢。那咱不有那个10万块钱定期吗？不就想给他拿着呗？老公，咱俩那10万是咱俩过河钱，咱俩借给他了，他还不上呢。大爷，怕你弟弟还不上啊？那也不行啊，那有多大能力住多大房子呗。咱俩一天过日子也挺苦的，贷款都没还完呢。你弟弟还不帮啊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还得为咱俩的日子着想。那你怎么的？你将来你爸你妈有病了，你还不管呢？那是两回事儿。我妈我爸真有病那天，咱俩也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。我有钱出钱，我没有钱我就守在爸妈窗边，我伺候着。不是你这你就不讲理，那就借一下能咋的？我这边日子我还没过好呢，我顾不了别人。那你爸你妈那边咋整啊？有一天咱们日子过趴窝了，谁帮咱俩呀？谁管咱俩呀？自己日子过得都这么艰难，还帮别人？这不你弟是别人啊？是别人呢？怎么不是别人呢？那他妈谁是自己人？你是自己人，你是自己人。穷都有哪些好处？首先，穷让你不敢花天酒地，一身正气；贫穷让你戒色成功，身体不被掏空。虽然贫穷让你不敢到处消费，但是它能让你早睡早起；虽然贫穷让你吃不起山珍海味，但是它能降低你的三高，让你的身体少受罪。所以说是贫穷让你保住了肝，守住了胃，放过了腰子，还节省了肺。它还能擦亮你的眼睛，让你把亲朋好友看清，哪个是人，哪个是鬼，哪个是美，哪个是丑。这贫穷简直就是一道护身符，让你不怕金融风险，不怕倒闭破产，不怕遭遇绑架，不怕网络诈骗，不怕小偷身手不凡，还不怕有人找你借钱。所以说花花世界还是穷点好，睡得早，起得早，抽烟少，喝酒少，不唱歌也不洗脚，健康生活嘎嘎好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一个员外纳妾，他跟夫人商量说，如果我晚上喝红酒的话，就跟妾住；如果喝白酒的话，就跟夫人住。这个夫人同意了。第一天晚上，员外说：“这刚买的红酒，我得尝尝鲜。”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员外又说了：“昨天晚上的红酒不错，我还得再喝一口。”到了第三天晚上，这个员外又说了：“书上说呀，常喝红酒能够延年益寿，看来呀，我还得喝红酒。”夫人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大声吼道：“喝红酒，喝红酒，天天就知道喝红酒，再喝红酒，我明天就拿你的白酒去招待客人去。”哎呦我的妈！有个男子给待在家带孩子的老婆发信息说：“亲爱的老婆，我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为了省钱过年，我就不回家了。现在也没有钱寄给你，只能寄给你100个吻了。”他老婆回信息说：“收到，亲爱的老公，100个吻，我打算给校长30个算孩子的学费，再给电工30个抵用家里的电费，另外再给隔壁老王10个，家里的农活只能全靠他了。剩下30个我省着点用，应该能撑到你发工资吧。”这信息发出去的当天晚上，这男子居然带着5万块钱回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娶老婆是娶胖的好还是瘦的好？我就告诉你，饺子要吃烫烫的，老婆就娶胖胖的。这娶老婆胖了才性感，搂在怀里特柔软，冬天可以暖被窝，夏天还可以挡太阳。生活过得旺不旺，全看老婆胖不胖。老婆没有臀，钱没有地方存；老婆没有腰，钱要打水漂。
熊腰又虎背，轻松得富贵；虎背又熊腰，生活节节高。哎，像水桶，像水缸，生活才能奔小康，是不是？性格开朗如大方，夫妻恩爱100年长。这街上美女千千万，谁要胖了谁好看。虽然身上肉成堆，那是现代版的杨贵妃；虽然身上脂肪多，那是抗老抗衰抗色狼。哎，微胖女人7分财，即使不富她也正宅。哎，别再嫌我胖了。哎，我这问你个问题，是吗？你说什么地方最能改变一个人？学校呗。不对，那不对呀。不是，那啥呀？医院。就你再牛逼的人，你上医院你也得熊。嗨，就你再忙的人，你上医院他也不忙了；就你再穷的人，你上医院他也有钱了，是不是？是么道理。啊，然后呢，你上一上呗，你上一回医院，1年的猪白养；你住一次院，3年钱你都白挣了。要不为什么你每次出院时，大夫都跟你说，哎呀，回家吃点清淡的？为啥你知道不？为啥？因为大夫心里明镜的，你钱都搁医院花了，你回家吃大鱼大肉，你能拿出钱啊？好家伙！啊，有道理。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啊，我最瞧不起的就是猪八戒。你说唐僧成了佛，我们能理解，因为他是取经团队的领导者。对，这个孙悟空成佛，我们必须理解，人家一路降妖除魔，忠心耿耿啊。有道理。沙师弟成佛，我们也能理解，人家一路挑着担子，任劳任怨，吃苦耐劳。对。你说，但这个猪八戒成了佛，我就不能理解了。你说他消极怠慢，好吃懒做。唐僧一被抓，他立马估摸着，猴哥啊，我们散伙吧，你回你的花果山，我回我的高老庄，沙师弟回他的流沙河。你说像这种没有信仰、没有忠诚、没有团队精神的员工，他也成佛，还是如来佛祖亲自封的，你说气不气？就因为他干对了一件事，是啥？跟对了组织，选对了平台。所以猪八戒的事情告诉我们，哪怕你是头猪，只要你跟对了人，你也能成佛。昨天警察在酒店门口抓酒驾，一个也没抓着，马上就要收工了，看见一个人从酒店里晃晃悠悠的出来了，然后打开驾驶门就上车了，肯定是没少喝。12个警察齐刷刷的盯着他，10分钟后车子启动了，刚拐到马路上，12个人犹如天将般包围了这辆车，3下5除2就把驾驶人揪出来了，一测酒精居然没有喝。警察就问他，没喝酒怎么晃成这样？驾驶人说，当年我是侦察兵，晚上是战友聚会，连长交代的任务是掩护战友们撤退。